现在工作机会叫做还没到位，现在市场上都蛮冷的哦，现在是中股都可以议价的时候啊，现在不是很标准的那个吗？对啊，非常非常之标准，教科书等级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认为长期哦，你看我的问题也是问你10年后嘛，你短期谁都不敢讲，谁知道川普哪天又突然发个神经？你不觉得吗？他睡醒哦，开始连发狂发他自己弄的那个叫什么 Trust Media， 而且好像喝醉乱传简讯一样，一直发，字还会拼错，那很夸张。他就这样一发，堂堂美国总统发，好什么？anyway，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知道川普会有下面哪一招，这些。亿来亿去，百亿来百亿去的投资，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还没有停呢，对不对？所以持续看好哦，持续看好。如果哪一天高雄真的出现了那种看起来就母汤可能要GG的话，我要跑我也先讲哦。高雄人在地闲聊系列3.2%失业率创新低，高薪大厂涌入，房价要爆冲。先说结论高雄市政府真的是很猛到我不禁担心下一任市长有没有办法延续这些政策。BOT 招商全台第一，民间投资总额又是全台第3这要怎么输？这要怎么输？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高雄失业率6都最低。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失业率创县市合并新低，招商引资带动就业成果丰硕。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资料，高雄市114年今年上半年失业率 3.2%， 6都最低。失业率这种东西它就不会是0，你知道，那个失业率是0，可能也不是什么理想的世界就是没工作在休息的转职当中会被抓走了这样。好来，相较于全国失业率的 3.33%低了 0.13 个百分点。好啦，听起来很厉害了反正就是低嘛。那高雄市的劳工局局长江建新先生表示，是因为高雄市近年来的积极招商，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大厂进驻，带来各式各样的优质工作机会。这个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现在入驻高雄的科技厂非常的多，包含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友达、ASML 就是那个荷兰光科技、IBM Cisco 网通大厂，国际等级的AWS、NVIDIA 一大堆，还有国内的国内的一些 design house 人家讲什么猪食屋告拍天通通都在，国内外一流大厂。以前怎么会到高雄？不可能啦！以前那个员工旅游看国内旅游才会到高雄吧，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嘛。而且怎样，都是高薪高等级的人才，也不是弄一个什么高雄加工出口区嘛所以又会进一步的拉抬当地的生活水准。高雄的房价成长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它有支撑，它不是什么全然的炒作，像是那个算了，讲谁得罪谁，总之就是没有实业支撑的地方，你知道，然后房价在一直起来，到底是那个就是全然的炒作。全然炒作不是不行你要是手脚够快的话，就是一样嘛，就是击鼓传花，然后你就赌自己这个艺高人胆大，炸弹不在你手上爆掉的话，你一样有获利的空间，但我们就不想做我们就是做有支撑重大建设，就这样。再来你要知道高雄市政府做了什么努力那我们也要来讲一下高雄市政府为了招商做了哪些事情。来，第一，产业转型与城市升级策略，这就是我每次都会提到的什么亚洲新湾区，对不对？亚湾智慧科技创新园区，什么 5G、AIoT 一大堆。跟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什么亚资中心、高雄亚湾金融示范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吸引高科技的人才，一个是吸引高等级的金融人才都是高薪的族群。对于厂商来说，本来就会有很强大的吸引力。我说专区啦，因为会有一大堆有的没的，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补助，你想要没有，你跟他讨论都有机会。第二，完善的招商机制，成立促参推动委员会，然后由召集人召集人是副市长来兼任，成员涵盖市府重要局处主管。就是开会3个月开一次，各市政府的那个大头你不要摆烂，你就是大头都要到有问题就是现场就可以直接讲检讨一次招商的成效。
然后设置招商的专案经理、专人、专案单一窗口制度这样子来办理。如果企业有任何需要协助的问题就是跟专案经理讨论好就好，这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一次窗口，你就是对这个窗口就好，没有让你跑大地游戏你只要有跑过什么申请公司的流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各种繁杂、各种部门然后协商，然后等等等，任何一个事情你提，只要有跨部门2个礼拜2个礼拜起跳，就是这样大地游戏啊。那现在的那个政府就是派专人协助你处理这些事情，你要企业要租，然后要装潢，要是什么，真的都可以问因为我有问过哇，还真的找给我，吓我一跳。第三，高诱因奖励补助，推出融资利息、房地租金、房屋税减免、薪资补助多项协助，重点产业投资门槛最低只要1000万，或新增10名高雄市的员工就可以申请。那高雄市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努力啊，我举例006688专案就是高雄软体科学园区那块土地，现在叫炙手可热，一位难求，但以前叫做没人鸟它，你知道006688专案我也去打听过。反正就是你来这边押办公司只要你公司是注册在高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开发票缴的那个5%营业税有没有？那是地方税，地方税是交给当地市政府的。只要你缴税是缴给高雄市政府的话，006688你要在高软里面租，前2年不用租金就真的你自己装潢啦，但是你不用租金。然后第3、第4年6成租金，就66嘛然后再来是88就这样。就给你这样子的 support， 你还会倒，这个是你的问题不然就川普的问题对啦，川普的问题好，那反正都列出来奖励的话这个会讲不完，因为各行各业各种产业都有我就列几个我看了我觉得有感觉的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会怎么影响当地的房市最后我们就来讲大量招商对高雄房地产的影响，尤其是中古屋。先说结论，就高雄就会变好啊，真的会变好因为投资金额真的很大，很巨大。套一句乡民常讲的话，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本来想大声斥责的，他给的实在太多了。例如说，全台的 BOT 案，在2025年上半年有签约的总额是全台468亿元，然后高雄就占了127亿，将近1/4，全台最高。这已经挤掉台北跟新北呢。这边讲的还是政府官方的 BOT 还不包含民间的重大投资民间重大投资我们随便讲一个就好。来，你看这个标题，台积电2奈米来了，估下半年在台量产，高雄晶圆22厂，耗资1.5兆台币，占地46座足球场，夸张就这样，高雄盖厂1.5兆，更不用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国内外大厂的投资额，就这样啊。所以现在高雄是什么？现在高雄是政府的 BOT 案招商全台第一，民间的投资额绝对也都在前3名。我刚刚还讲台积电而已，因为它1.5兆嘛。富邦凹子底 BOT 案对不对？快400亿了。然后三井拉拉破、凤山的拉拉破，然后特茂山特茂山的新复发的连带案，就 combo 来积嘞，那个非常非常的多了。你可以说政府怎样怎样花钱大官宣或者什么这随便你讲，嘴巴是你的，你爱怎么讲怎么讲。可是你要相信企业的眼光，企业是要为股东负责的。所以企业的投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来赚钱的。他一定是算到就会赚钱。他没有说不然来开看400亿是不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去连带一下，我们来开看，没这代志。他已经算各种算到银行团觉得有搞头那才出得来嘛我们一定要相信民间企业的眼光。然后民间企业眼光投资有分大中小像我会员影片才拍了一个投资了3亿的，你看。这个译来译去，在我们的嘴巴里这么的轻描淡写，可是对比高雄市其他的投资，景价就还好那个我会员片还刚拍，你可以去看，那个是光荣码头 Focus 13光荣码头案最大规模就台积电然后很多那个都100亿来，连民间企业都在银行团连带都在100亿的投资了，这些都是来赚钱的要相信他们的眼光。你就这样子想，为什么我那么看重重大建设，而且是能带来工作机会的重大建设？因为他们会帮我们做功课对不对？你看新复发特茂山，他妈盖2000多间办公室出来，他盖出来，他可能会让他对他营运不善，他要挂了呢，连新复发可能都会挂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整个部门学历那么高，他们算到说，这个投资案应该要做一定要做。
要到这种程度呢，然后我们买个几百到一两千万的房子，人家400多亿，对不对？我们就跟着他走就好了，这叫抱大腿策略。他又没禁止我们抱，好，就这样。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跟我讲高雄体质是怎么样，就真的很稳当啊，它不是什么毫无支撑，然后什么的。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10年后，10年后高雄的房价会喷得多高？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站来站去。A 预售一坪平均80万 ，B 预售一坪平均120万。10年后的高雄台北市也10年后，新北市也10年后，我没在唬烂C 预售均价一坪1000万，选吧。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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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我会员影片拍的东西，因为它也有一些东西有持续的进度跑出来。来，富邦凹子底 BOT 案，捷运红线到凹子底站然后轻轨的话大顺路口好，就在那边就是以前是龙华国小，然后现在是富邦的开发案，然后会有汉神集团来经营会有3个东西。第一个是 Shopping Mall 说里面有水族馆还有溜冰场南台湾的溜冰场。目前南台湾你要有溜冰场，是不是就只有台南小西门那个？好像说什么国手也必须去那里训练，现在又会弄一个溜冰场，然后还有这可能都会变更不知道。我读到的计划是这样，那个水族馆就很像以前那个塔卡西玛呀那个什么大叶高岛屋不是都会弄超大缸的水族馆那样会有百货公司，然后会有商办然后会有旅馆旅馆未看先猜应该也是汉神体系的吧，汉来饭店吧。好，就这样。那个地方现在就不好，叫做大工地就超大的工地。那边你不用开那个工地，现在已经乱七八糟了。大陆通大陆的地方，大顺然后通博爱的地方，你看起来很惊，然后又轻轨又什么，又小朋友上下班那边走来走去，恐怖。好，那我已经拍了那这个是民间企业的投资，他们就是来赚钱的，这个要怎么输我也拍过去那附近看房子看的是很标准的房子，华夏30年的华夏，别怕啦。那边这个工作机会一灌下去不管你是租金还是你的房价，你要怎么往下掉？往上喷多高我们就不讲，你要怎么往下掉？难啊，极难啊。那像这种就是重大的民间投资案还有拉拉破、凤山拉拉破然后亚洲新湾区，这都是民间的投资。
很重大，真的很重大啊！我开始会陆陆续续拍一些比较小的，我一开口整个亚洲新湾区，我会把它拆解下来，每个大概要干嘛，然后如何影响附近的中古屋，有没有被低估的房子，中古社区在旁边，就这样啊，所以以高雄市现在怎么样？房地产很冷，而且是全台都很冷，台北又比高雄还要再冷。不过我是安心的，我们都已经在出租，我们能干嘛？不能干嘛？不能动啊！所以我们只有等。我安心的地方是什么？建设没有停，而且现在的工作机会还不是完全体，真的不是啊！台积电也还没盖完啊，对不对？然后我刚刚讲的富邦凹子里 BOT 啊，预计2028开幕，预计。那你看这会那个案子，他们集团自己估的是6000个工作机会，再塞在那里，我靠！那怎么塞？斑马线那我不知道怎么过总之就是这样。那旁边还有异想天地2期也要开了，这个我也去拍一下一堆啦。现在工作机会叫做还没到位，现在市场上都蛮冷的现在是中古都可以议价的时候现在不是很标准的那个吗？对吧？非常非常之标准教科书等级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认为长期你看我的问题也是问你10年后嘛，你短期谁都不敢讲，谁知道川普哪天又突然发个神经？你不觉得吗？他睡醒开始连发狂发他自己弄的那个叫什么 Trust Media， 而且好像喝醉乱传简讯一样，一直发，字还会拼错，那很夸张。他这样一发，堂美国总统发，好什么？anyway，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知道川普会有下面哪一招。这些一来一去，百亿来百亿去的投资，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还没有停对不对？所以持续看好持续看好。如果哪一天高雄真的出现了那种看起来就母汤可能要GG的话，我要跑我也先讲但我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蒸蒸日上的状态。目前按照我自己在那边计算高雄市区北高雄南高雄那个桥科我们先不要算，我们就讲市区最北到台积电，然后最南到梦时代这样圈起来，还要再引入这样前后我这里面讲，因为企业会有新闻稿嘛。我看前一家15000的工作机会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因为建筑物都还没被盖出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非常的有信心，甚至我会说好险我在高雄，你知道，如果我现在在竹北，如果我现在在桃园，如果我现在在台南，那我也不知道我要拍什么，好险我在高雄，我影片还有一堆这些东西可以来拍，都没有停，都持续在盖。好险好险！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
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